前面我们聊完了拜占庭和伊斯兰文明后，接着我们当然就要来看一下西欧各国在中世纪的情况。如果大家还记得，我们之前有说过，如果把中世纪分成早期、中期与晚期，早期大约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到公元1050年，中期则是从公元1050年到1300年。这段时期是欧洲各国转向强盛的关键时刻，晚期则大约从公元1300年到1500年左右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今天我们就从早期来开始聊哦。虽然刚刚说早期从公元476年到1050年，不过也有学者是从公元500年或600年开始来计算。会有这样的差异，可能是在于学者们的定义不同，以及早期的混乱状态有关。我们来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哦。之前在罗马衰亡的那一集时有说过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，日耳曼民族建立起许多部落王国，像安格鲁萨克逊人在不列颠岛，高卢北部有法兰克王国，南部有西哥德人，非洲西北部则是汪达尔人，意大利半岛则有东哥德人。这样分裂又混乱的状态，当然不是同一个时期拜占庭与伊斯兰的对手。查士丁尼就在公元533年摧毁了非洲的汪达尔人，又在公元563年征服了意大利半岛的东哥德人。而伊斯兰呢，我们前几集才聊完，大约在公元711年左右，奥美亚王朝攻入了伊比利半岛，征服了西哥德人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。换句话说，西欧早期在面对两大国的竞争下，唯一比较具有抵抗力的日耳曼民族就是法兰克人了。不过，法兰克人也不是一帆风顺哦。在西罗马灭亡后，用了大约2个世纪才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政权。在公元500年左右，法兰克王国的克洛维征服了现今的法国和比利时，并依照当地多数居民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。不过，在他死后，按照日耳曼民族的习俗，把王国分给了4个儿子。这样分封诸子的情况，当然就带来了一系列的争夺王位的战争。接下来的200多年哦，克洛维的子孙们为了争夺更大的领地打来打去，战争让国力衰退，贸易中断，城镇破败。继位的国王胸无大志，往往把政务和军事交给公相处理。国王呢，则被称为懒王。这样的情况让欧洲陷入最黑暗的时光。在时局纷乱的时代背景下，人们只能依靠宗教来寻求寄托，基督教自然而然地逐渐扩大了它的影响力。我们同样也稍微回顾一下之前聊过的，在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时候，有4位影响力非常深远的神学家，让基督教成为乱世中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，分别是圣耶罗米，他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拉丁文；圣安伯，他指责狄奥多西滥杀无辜，使得后者道歉，让宗教脱离政治，甚至从某方面来说，地位高于世俗政权。圣奥古斯丁提出了2大论点：人天生有罪和上帝无所不能。著作《上帝之城》影响了后世的基督教信仰。博爱修斯，他有最后一位罗马人的称呼，致力于翻译和保存古代学科，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。在这4位的基础之上，圣葛利果一世更进一步提出了苦行和炼狱的理论。因为他本身是本笃教会的修士，所以会贯彻苦行的教规，包括安于贫困与勤于劳动，还有抄写经书等等。而炼狱的理论则是他提出人们要经过炼狱的进化之后，才能够进入天堂。这种概念也是之后东方与西方教会的重要差异之一。除此之外，圣葛利果在公元590年成为了罗马主教之后，企图脱离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影响，尝试建立一个比较自治的西方拉丁教会。于是他制定了影响深远的礼拜仪式，用朴实的诗歌作为弥撒或祈祷仪式的伴唱，而这样的形式当然也就成为了后来罗马天主教的仪式。不仅如此哦，在他的支持与庇佑下，本笃教会持续发展，并成为西欧动荡乱世中唯一的修道院。而受到资助的本笃教会修士则听从圣葛利果的派遣，往西去教化未改信的居民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，就是让远在英格兰的安格鲁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。这个改信的过程长达1个世纪之久，但也让基督教在欧洲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力。
或许正是因为基督教越来越强的影响力，让陷入混乱中的法兰克人决定和基督教组成同盟。在公元687年，法兰克王国的公相批评，将法兰克各地给统一起来，并替自己的家族打造了稳固的根基。而他的儿子铁锤查理更进一步奠定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基础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前面有说公元711年，奥美亚王朝征服了西班牙地区，伊斯兰势力顿时成为了西欧的威胁。公元732年，穆斯林的军队往北拓展，而铁锤查理却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穆斯林的军队，抵挡了伊斯兰势力的入侵。这场胜利也代表着奥美亚王朝在西方的拓展达到了极限。之后取而代之的阿拔斯王朝则转向东方经营。这个呢，我们上一集才刚刚聊完。继续回到铁锤查理，在取得胜利之后，虽然他挂着公相的职位，但他已经是法兰克王国的实际掌权者。不过他并不急着称王哦，而是和基督教展开了联盟。原因在于，当时已经让不列颠完成皈依的本笃教会，在领袖圣普尼法斯的率领下，越过英吉利海峡，前往日耳曼中部传教。这个行动跟铁锤查理的谋略一拍即合哦，因为他也想将领土拓展到日耳曼地区。就这样，在铁锤查理的资助下，本笃教会的修士与法兰克的骑士双头并进，往日耳曼地区扩张版图。这样的合作也让铁锤查理的后代继续得到本笃教会的支持。铁锤查理的儿子是矮王批评，虽然铁锤查理对称王没有兴趣，但矮王批评却一心想要坐上王位。正好公元717年，拜占庭的利奥皇帝利用希腊火击退了奥美亚王朝的侵略之后，为了避免居民改信伊斯兰教，展开了禁止崇拜圣像的宗教改革。这个举动当然就让罗马教皇十分不满，所以教皇决定把目光投向西方，也就是国力越来越强盛的法兰克王国。当时意大利半岛的秩序与安稳是由拜占庭帝国来维系，但势力转强的法兰克人其实也可以担任这项任务。所以公元750年，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，矮王批评废黜了法兰克国王，并在隔年由圣普尼法斯替他举行了涂油典礼，宣布他成为上帝授权的国王，展开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。当然了，登基之后的矮王批评自然也替罗马教皇赶跑了在意大利的伦巴人。加洛林王朝名称的由来是根据铁锤查理的拉丁语名字来命名，并在矮王批评的儿子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时达到鼎盛。除了英格兰以外，查理曼几乎和西欧所有民族都发生过战争哦，并夺取了广大的领土。而为了治理辽阔的疆域，他把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封给他授予的伯爵。理论上，这些伯爵的权力是由国王给的，所以呢，应该是可以收回的。但实际上，后来却成为了终身制，并且世袭继承下去，也成为了之后封建制度的起始。伯爵们的权力很大哦，但事情也很多，不仅要招募军队，还要掌管司法，而国王也会派遣宫廷特使去监督这些伯爵。而为了更有效率的统治国家，查理曼还需要一大批能够断文识字的人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跟拜占庭与伊斯兰不同，当时的西欧有读写能力的人凤毛麟角啊，真的要找也只有修道院的修士，为了抄写和念诵经文才会学习拉丁语。为了解决这个困扰，查理曼大帝掀起了一场振兴学术的运动。他聘请本笃教会的阿昆修士来指导学术复兴，便建立起学校，重新开始抄写与校订罗马的经典作品。不过，他们主要是强调实用哦，而不是创作与艺术。也正因如此，让拉丁文成为当时西欧官方与外交的语言。公元800年，查理曼大帝的声望达到顶峰，并在当年圣诞节由罗马教皇加冕为帝。这个举动象征着西欧脱离拜占庭的影响而自立，而法兰克人则逐渐掌控了意大利与整个教会。不过，在查理曼死后，整个庞大的帝国再度分崩离析。关于这些，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聊。